道：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不虚此行票房破1800瓦，胡歌跪求火爆，吴磊炒作被嘲笑。近日上映4天的电影《不虚此行》在观众中引起了热议。对于一部文艺片来说，能突破1800万元的票房确实不易。胡歌也在路演宣传中跪求观众支持，甚至在9月12日凌晨拉着吴磊炒作卖情怀。然而，看过电影的观众们都知道，吴磊在片中的出场时间并不长，他在宣传后就再次开始了新疆骑行的旅程。所以，胡歌这次的炒作并未得到吴磊的回应，反而引来了网友们的嘲讽。然而，抛开这些不说，不虚此行这部文艺片还是值得一看的。它是一封给文字工作者的情书，它可以慰藉人们的心灵。对于大多数写作者来说，文字是一种反抗的方式，他们为我们的情感找到了出口，也为百年暗示点亮了一盏灯。然而，不幸的是，这并不是电影的核心主题。电影中并没有像不休不止一样详细记录记者采写的全过程，也没有展示写作成果的悼词本身，所以无法完全完成这一主题。观众们猜想，电影《不虚此行》能够获得金熊奖，很可能是因为它深藏着一些朦胧的意象和需要艺术造诣才能理解的镜头。然而，艺术可能是一种微妙而又差之毫厘、差之千里的东西。那么，这部电影差在哪里呢？问题可能在于它在讲故事的方式上有些拼凑的感觉，虽然内容丰富，但却没有明确的焦点。整部电影连接了多个故事，给人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看完之后，人们会感到一些不够顶，好像还有一些未说透的东西。相比之下，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比海更深》和《步履不停》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他们让人看完之后有一种湖上起浪的感觉，让人喘不过气来。或许是因为这些电影在核心问题上没有差那么一点点。那么，是什么问题没有说透呢？如果将电影的主题定位每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主角，那么电影完全展现了普通，但对于主角这一概念的体现却不够，因此这个主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如果将主题定位别等到失去亲人才知道珍惜，那么电影中对于失去亲人所带来的遗憾的描述也不够，对于如何去珍惜更没有给予足够的表述。或许编剧在创作时有些贪多求全，结果每一个主题都差那么一点点，或者这些子主题之间有着一个隐秘的联系，编剧希望观众们自己去体会，但表达的太过隐晦。如果再加上一点编剧自己的提炼，或许效果会更好。不管怎样，将整部电影的主题定位每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主角，可能有些过时了。现在流行的是人们接受自己的普通身份，同时又不伤害他人的尽情发疯。编剧太过于强调自我表达，有些不合时宜。然而，只要将朴素的故事讲好，还是会有市场的。而编剧却刻意反对讲故事。电影并没有硬伤，只是在表达主题时差了一点味道。然而，它确实具有一些回味的成分。其中一些台词至今仍然让人深感共鸣。小哥回忆猝死的 CEO 时说：“认识这么久了，再不一样的人也会很普通吧。”女孩回忆起网红配音伙伴时说：“她想让声音变老，但的活到那么老啊。”阿姨给自己写悼词时回忆起一生中的困境：地铁到天津，不知怎么的，我突然都想通了。可以说，每一句台词都能引起人们的共情，让人们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最后，对于电影的宣发，可以吐槽一下，上面提到的每一句台词都可以成为宣传语，来展现符合电影主题的气质。然而，
宣发却偏偏用了一句“不要等到失去才想起来陪伴”，这句说教风格可能直接劝退了很多观众。对于这部电影不虚此行，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呢？